体是觉得如何？还不错，下午应该都是比较轻松路线了，应该。这种的路线哦。哦 ，OK。三年先生往前冲了，我拿那些。我操，他滑得好顺哦！不能看旁边呢，这很怕哎。所以这个属于香肠杯几颗星？6颗星，6颗星，6颗星啊！我刚刚听说了罗马尼亚的1/5，对不对？都没事吧？剩的，你看能不能抽出来？看起来很有美趣，哦，I'm so smooth。你看的是不是？好爽哦！还有太阳哦。大家好，我是克里斯，今天又来骑车啦。这次的冒险可以说是别具意义。先让我轻轻提要几嘞。几个月前呢，来自日本的少年先生邀请我们台湾香肠小队到兵库县参加 TAD 越野活动。透过了那一次的活动，让我发现到日本与台湾的 ADV 越野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细节上却有着不少相当有趣的差异。这一点就容我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再为大家补充分享。总之呢，礼尚往来，所以这一次真的很荣幸能邀请到少年先生来台湾参与由塔克所举办的 ADVR 越野活动。另外，曾参与日本 TAD 活动的辉哥，由于公务在身，无法一起参战同欢，所以特别赶在出差前办了场接风仪式，招待大家以聊表心意。台湾方面拿出的是 OEG 配马祖高粱，日本方面则是诺贝尔晚宴指定用酒。这一来一往，水以争锋，一时间还真的说不出个胜负。那就言归正传，回到本次冒险先。首先啊，别被眼前这风和日丽以及群山格外清晰的林线给蒙蔽了双眼。要知道，这次塔克 ADVR 的活动预定路线可是受到了丹纳斯台风以及才刚离去的洋柳台风所影响，所以这次的路线也是塔克教练团重新拟定后最好的安排。反正就是来了，就看看月月还需再虐我多少遍，我才不再待他如初恋。Love and peace。哇哦，大车！哇，超多重量级具了呢。哎呦，大潘，传说中的最强的哈雷！你好，你好。来，最后一点，先打 A 组路线的，带队的是三爷。A 组带队的是三爷。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帮我们抄爆吧。这一晚的活动上午场热身路线将分为 A、B 两组。阿志也特别为少年先生准备了 F800 GS 以及 HP2 Enduro， 最终少年先生选择了 F800 GS 挑战 A 组路线。据我侧面了解，他之所以做这个选择，是因为早在2020年，他都骑着 F800 GS 在 GS Trophy 日本资格赛中脱颖而出，最后成功代表日本前往纽西兰参加国际决赛。或许这都是少年先生心中那一份属于自己的浪漫吧。没有错。从着装风格就看得出，我根本就是狼群中的一只羔羊，一个 Enduro 菜鸟，在这种硬派耐力路线，还妄想靠着撞风散热来撑下去，简直就是痴心妄想。迷迷糊糊的我跟着 A 组往山里推进。由于塔克里头有3位曾代表台湾挑战了2025红牛罗马尼亚 ADV 越野耐力赛，所以在出发前，塔克就以开诚布公，强调 A 组热身路线将能稍微感受到入门初阶版的红牛体验，也就是硬耐力界8大绝望之一，恶名昭彰的 Omega 上坡。A 组领队之一的小毛哥也在开始挑战前跟大家约法三章：第一，关掉 ABS 以及 TCS；第二，与前车保持5台车以上的安全距离；第三，惯性。哦，好漂亮哦！
咬不住。哇哦 ！OK。拜拜，交上拜拜。OK， 转着到后面了。哇哦！哎呀，车轻就任性。上来吧，上来吧。啊 ，OK， 可能不能再太后退。经过一番折腾，勉强狼狈度过了第一个弯。此刻我的心灵寄托早已支离破碎。原来车轻真的不是无敌，更不可能永远为所欲为。换车的欲望也在心里越烧越旺。我这台930 GS 前后齿比例尝试过不少搭配组合，还是无法比拟双缸车低中扭的输出表现。为了不让其他车友看见我的泪水，我奋力地咬紧牙根，自力更生。毕竟都骑小车了，如果还造成大的负担，实在说不过去啊。好喘，今嘛，在此就让我补充一些画面，来让大家看看大车们应对 Omega 上坡的盛况。但我觉得不行，这个我没办法，我就知道爬靠的活动了。还硬啊！对的，very good 耶，very good。哈雷之王，哇哦！要惯性一定要做出来，我刚刚一直强调就是惯性。自由！哇！专业示范。看我要换车！你看小台都这样了，不要说我们。40度，让手机量一下。哦，风景美迈。我的天哪！我 off road 5年多，还是很敬佩那些骑大车来 off road 的车友。哎，你看这车牌，什么回事？这壳牌吗？内壳，外壳看多了，内壳没看过吧 ？off road 看得到。不计过程，只论结果。在 A 组全员完成热身路线后，领队之一的杰哥缓缓走了出来，表情严肃，却带点慈祥，似乎有段慷慨激昂的鼓励话语，想对大家说：好了，好的，所有的跟着 B 组走 ，A 组不行了。是一个认证。走。糟糕，全部降级，改为 B 组。感谢杰哥胜勇哥。OK，
热身完毕，真的有够热。Go Go！ 在经历一场出街瑞布罗马尼亚的浅尝体验后，暂且回到基地休息起来。看着考古大叔一身旧装，就知道下午场将分为神秘遗址冒险组以及秘境西藏探索组。稍息之后，冒险组的我们就带着大自然的敬畏之心，踏进这鲜为人知的深山老林。OK， 下午行程正式开始。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啦。应该 OK， 应该。可以吗？初始路况算是初阶，路幅又宽的缓上坡林道，干燥的砂石路偶尔点缀零星大石头，非常适合大型 ATV 尽情的高速无情碾压。这也让 Enduro 菜鸟的我重燃自信，找回了放心油门一拜的感觉。再者，如果技术功力够扎实的话，那这林道可相当具有可玩性，非常的耐玩。我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反正我说了，你就会知道。那就是冒险，有时候并不只是挑战，更是为了收获像此时此刻眼前这样的绝色美景。出大景啦！只有经过 off-road 试炼，才能看到这个浩瀚的大景。原本的那个我们伟大的发哥啊，给我们带路啊，带了6条。Oh my gosh！ 我觉得发哥别有用心，竟然每一条都赚，都不让我们走。哎呀，所以好在我们有在地的朋友哦，有私密路线。对。所以原本发哥的路线是比较难吗？发哥路线就是可以一直上下，可以贯穿。现在全部没办法贯穿，没有办法这种。对，一定是发哥找那个怪手去挖掉。很少见呢 ，NC750，应该是我看过就第一台吧，骑 off-road 的。所以你长期 off-road 吗？没有，就是这1-2年才开始这样跟塔克这样玩。哇，所以你说你是2年才 off-road 这2年？这1-2年，就是跟塔克这样慢慢的 ATV 一上课，然后跟打出来玩这样。所以你第一台的就是选这台的？对，我大车之前都骑大洋啊。哦，然后挡车就直接直攻 ATV 了。对，它也算挡车吗？好像也算啊。对啊，是挡车。DCT 好也算啊。算。可是表示是公路的冒险，就来骑 off-road 哎，还蛮刺激的。不用拉离合器。所以你有考虑过那个什么最近很红的，就750 Translate 纯瘦那一台。对，它不是主打 off-road 吗？那台。对啊。哦，感觉有考虑就升级了吗？会怕，就是off-road会怕它打档，就是熄火这件事情，所以就用这个来。要不然你可以往 Africa Twin 走啊，比较重。哦，对，非洲熊走，所以它也要200公斤吧？差不多。哦，应该也差不多了。超过180我就觉得重了。好酷哦！你有车厢哎，很深哎，很深哎。卖了，全空的话是一顶安全帽啊。西瓜帽可以吧？可以啊，它是因为我现在装行车记录器，所以塞不下，不然一点钱装小帽就可以。这 box 呀 NC650。哦，很方便。可是一般不是当油箱吗？它的油箱在后面。哦，the oil tank is behind。那油箱在这里。哦，所以你加油要开后座，后座要下车。对。哇，这前面就是，所以我就没背东西，所以都在里面。这次塔克 ATVR 活动就与新知再聚首，更承载了一层特别的意义。台湾与日本的 ATV 文化在这里浪漫碰撞、相遇、交流。活泼的阿志成了内敛的少年先生与台湾骑士间最自然的沟通桥梁。大家对于冒险的热忱，正是彼此最好的共通语言。如果这不叫浪漫，那什么才叫做浪漫？我对于塔克 ATVR 初步活动心得，就觉得它的行程相当的紧迫，有点像是 GS Trophy SCT 的节奏。哇，布朗尼路线好玩，这个笋超高的嘞，3米多哎，太大了吧？基本上就是尽可能快速移动到下一个 checkpoint， 过程中再视情况抓住极为短暂的休息时间。目前感受起来是很差没错，但
就在这种极端边缘下所得到的经验才是最为深刻。至少以我过往经验来说，确实如此。毕竟，如果有一天能有机会踏上世界跨洲壮游的冒险，那这些在台湾泥泞与山林磨练的时光，必定会变成身为冒险骑士的你环游世界最可靠的底气。它左边有个很深的，再靠右边一点。好，再一点，直直转吗？他说不要扭去，就直接直走就好了。直走，哇！哦对，哎，真的，干直走就好。他们，哇，水袋有加冰块，好爽啊！哇！你本来看到路反而不适合你，我们本来选择我们自己觉得可以走的路，那还是适合我们的道路。就如同人生一样，也许你的父母给你画好了的一条康庄大道，但是也许并不适合你，也许你更适合adventure的人生。对，当你跨上 ADB， 你的人生注定不凡。对，是你说的。忘了。你忘了啊。我卡到树了。万丈深渊哦，右边看看，拜拜，右边有万丈深渊。离开沙雾纷飞的土路，我们抵达了台湾最神秘的遗址路口。这一座早已无人居住的部落，历经数次风灾迁村，虽已荒废，但依然完整保存着许多独特的传统遗址。因交通不便，它像是一座遗世独立的石头城，静静伫立在山林之中。或许有一天，这里能够再度被看见，让更多人认识这片土地的故事。观光产业也许会带来新的生机，让在地之美被更多人珍惜与传承。趁着队伍整顿的空档，少年先生也不时常分享了他独特动力操控技巧，在此我就稍微为大家分享。首先就是油门都是缓吹缓收，目的就是维持稳定的链条张力，也让轮胎维持最大的抓地力。诀窍在于尽可能避免大动作回油，因为那将破坏再次补上动力时的稳定性。另外，特别颠覆我越野骑乘观念的是，双掌都实握把手，不伸直来靠刹车或离合器拉杆，以实现最清晰果断的前轮导向。不过，这握手把的方式，前提是对油门的掌控必须非常的细腻。当然，这世界上并没有一招打天下的招式，许多有经验的骑士也是吸收不同的骑乘技巧，再融合贯通，在合适的时机做出最适合自己的操控方式。我想，这才是骑乘技术最迷人的地方，不只是技术的叠加，更不在于模仿谁的动作，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与平衡。哇，不能看旁边呢，会很怕哎。特别要提醒的是，这座旧部落曾有室内这样的习俗，所以来这里的游客务必要心怀敬意，切勿随意闯入任何一间屋舍。我们仅能做的，只有以谦卑的心，静静欣赏这片大地所留下的印记。今天我们只是经过，并没有久留，但心中已经种下了一份期待。期待有一天，当这片土地重新迎来新的契机，我们将再度走进这里，用更深刻的方式去感受它的故事与价值。另外，塔克教练团在活动前已经先行探路，并与在地居民交流，了解了当地情况，因此也由衷的期盼，在规划之中的新桥能早日落成，让汽车也能通行，不仅便利当地交通，对未来的观光发展更注入了新的希望。你想换900对不对？侧柱没有立好。这个位置是有点难，差一点。这又惨了，你这个不要骑上来了。
车速真的要好好的停，不要急，慢慢来 ，take your time。安全第一，没错。尊重大自然，尊重环境，尊重身边的伙伴，因为只有安全，才能让冒险延续下去。我们出来冒险，追求的是回忆，而不是悲剧。哇，各种喷装啊，乌灯喷，你这个要圣魔之交这里也喷，这里也喷，过坡机也喷掉了，过坡机的质也喷掉了。那天来的时候，整个水是满的，哇，很舒服这样。满的，这很可怕嘞，满的话，哇，那个水很高。哦，可以想象啊，因为才刚下过大雨而已。对啊，因为毕竟这个连续在南部下1个月的雨，足足1个月都在下雨，所以山顶上的那个水源非常充沛啊。侧柱回转，打到底。啊，没关系，很壮啊，没事。哎呦，专业哦！我会打伞在看哦，他在看。Day One 对我来说，不只是体能以及车技的挑战，更多的是文化上的交流。据小弟克里斯我的拙见所观察到的，日本 ATV 冒险骑士给我的感觉，普遍是带着一种谨慎而内敛的态度。他们往往安静观察四周，用行动展现专注。遇到挑战时，不会表现得很嗨很兴奋，反而像是在面对一场修行，一步一步沉着的去完成。这种内敛的专注，让他们的骑乘风格散发出一种安定的气息，非常的 peace， 极度祥和。哇！哇！他救我耶！哦，蒙古利亚的选手 GS Trophy。而今天大家所看到的台湾 ATV 冒险骑士，却是完全不同的风格，直爽、豪迈、情绪全写在脸上。跌倒了就拍拍土，大笑一声，又继续往前冲，仿佛摔车本来就是冒险的一部分。虽然世界各地的 ATV 骑士也常有这种不拘小节、勇于挑战的性格，但在台湾这份爽朗被放大到最高浓度，成了独一无二、最具代表性的台湾野味。总之呢，台日车有截然不同的 style， 却在这里找到了共同点，对冒险的热爱就是我们的共同语言。顺带一提，其实下午茶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位于你那里的一间在地咖啡，有着非常特别，像是用威士忌瓶装的咖啡，入口前带着淡淡果香，入口却厚实回甘，就像这样的旅程，看似熟悉的越野，却处处都有新的体验。Day One 就在这样的节奏下画下了句点，但真的挑战才正要开始。Day Two 的挑战将全面升温，路线是由不久前才代表台湾参战红牛罗马尼亚 ATV 组别的塔克教练团亲自挑选，所以明天的 A 组路线可以说是1比差的比例，还原了红牛罗马尼亚初阶 ATV 路线，绝对的刺激，绝对的舒服。OK， 今天影片就这样子啦，下部影片再与大家娓娓道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台湾与日本 ATV 文化本质上的差异。我是克里斯，拜。